溯源《弟子规》总序，探寻传统德育的智慧源泉。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经典著作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弟子规》便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虽篇幅短小，却蕴含着极为丰富且深邃的传统道德教育智慧。其开篇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以明练的文字提纲挈领，构建起一套系统的道德教育体系，从家庭伦理出发，逐步拓展至社会交往，最后回归到个人的知识学习与自我提升，对后世的道德教育理念和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深入剖析《弟子规》总序，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道德教育的精髓，也能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弟子规》圣人训，道德教育的权威性溯源。《弟子规》圣人训明确了《弟子规》的思想源头，即源自圣人孔子的教诲。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儒家思想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在《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著作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道德修养、社会伦理和教育理念的重要思想，如仁、礼、孝悌、忠信等。这些思想构成了《弟子规》的核心价值体系。将《弟子规》的创作根基追溯到孔子的教诲，无疑为其赋予了极高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使其成为后世学子学习和践行道德规范的重要依据。在古代社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知识传播的渠道有限，经典著作凭借其权威性和系统性，成为人们获取知识和道德指引的主要来源。《弟子规》借助圣人训的光环，迅速在民间广泛传播，成为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从孩童启蒙阶段开始，便将儒家的道德观念根植于他们的心中，为其一生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奠定基础。这种对经典权威的尊崇，不仅有助于培养人们对知识和道德的敬畏之心，也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在代际之间得以传承和延续。首孝悌，家庭伦理的基石。首孝悌，将孝悌置于道德教育的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伦理的高度重视。孝，发自内心的爱护父母的感情，即孝父母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涵盖了物质上的赡养和精神上的敬爱。悌指友爱兄弟姐妹，强调兄弟姐妹之间应相互尊重、关爱和帮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个体成长的角度来看，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堂。孩童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和兄弟姐妹朝夕相处，家庭中的亲情关系对他们的情感认知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践行孝悌之道，孩子们学会了关爱他人、尊重长辈、承担责任，这些品质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准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感人至深的孝悌故事见证了这一道德观念的强大影响力。例如，汉文帝刘恒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3年，他常常目不交接，一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都要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正是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为天下百姓树立了孝的典范，推动了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又如东汉时期的孔融，让梨展现了年幼的孔融懂得谦让、关爱兄弟姐妹的美好品德。这一故事千百年来被人们传颂，成为教育孩童践行悌道的经典案例。在现代社会，尽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孝悌之道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孝顺父母有助于传承家庭美德，增强家庭凝聚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友爱兄弟姐妹则能够培养人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同理心，为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次谨信，个人修养与社会交往的准则。在确立了家庭伦理的基础之后，《弟子规》总序进一步提出次谨信，将道德教育的范围从家庭扩展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禁止言语行为要小心谨慎，体现了对自我行为的严格约束。信即讲求信用，强调在人际交往中要诚实守信，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石。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是避免错误和冲突的重要原则。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往往能够反映出他的修养和素质。通过培养谨言慎行的习惯，人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避免因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同时，在与他人交往时，谨言慎行也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信用是社会交往的基石，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古代社会，商业活动虽然相对简单，但诚实守信同样被视为商业活动的基本准
择。晋商、徽商等著名商帮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长期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秉持的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信用体系的建设变得愈发重要。一个人只有遵守信用，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在社会上立足。无论是在商业合作、职场竞争，还是日常生活中，信用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泛爱众而亲仁，社会道德的拓展与升华。泛爱众而亲仁将道德教育的视野从个人和家庭层面进一步拓展到整个社会，倡导人们要关爱他人，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泛爱众即对众人要平等博爱，不分贵贱贫富亲疏，都要给予关爱和帮助。这一理念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了人类的共同性和相互依存性。在社会生活中，关爱他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当人们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局限，关心他人的福祉时，社会将充满温暖和正能量。从古代的义仓制度到现代的慈善事业，从志愿者服务到社区互助活动，无不体现了人类对泛爱众理念的践行。通过这些活动，人们不仅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境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亲仁则是指亲近有仁德的人，效仿他们的言行。在儒家思想中，仁人君子是道德的楷模，他们的言行举止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品质。通过与仁人君子交往，人们能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正如孔子所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当积极寻找身边的道德榜样，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反思自己的不足，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有余力则学文，知识学习与道德修养的统一。《弟子规》总序的最后提出有余力则学文，强调在践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如有余下的时间精力，应学习六艺及其他有益的学问。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对道德修养和知识学习的统一要求，认为只有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有机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古代社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基本技能，涵盖了道德艺术、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通过学习六艺，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践行。例如，礼的学习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礼仪规范和道德意识，乐的学习则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弟子规》总序所倡导的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相统一的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学生的知识传授，更要关注他们的道德品质培养。只有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扎实知识技能的人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弟子规》总序以其简洁而深刻的文字，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从对圣人教诲的尊崇，到家庭伦理、个人修养、社会道德的培养，再到知识学习与道德修养的统一，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当深入挖掘《弟子规》总序的智慧，结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推动社会道德建设、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